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晚上好。Hello， 晚上好，晚上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次我们吃了，这次我们先吃的饭，然后再开的直播。不像之前我们是下播之后再去吃了，这次我们先吃的饭。哎，总不能每次都迟到啊。这次我们提前看了 WiFi， 上次是突然 WiFi 出现问题了，上次那个 WiFi 突然就断了。对，我们这次提前看了。晚上好。是的，是的，我们剪头发了。哇，这么细心，居然发现我们剪头发了。这里两边和刘海剪短了一些。两边剪的有点多。这一块。是的，是的。对你的其实看不出来，我的就是修了一下，对，简单修了一下，看不出来什么。是的。这有晒黑的吗？没有晒黑。我们今天用的是今天这个灯，我在这打了个灯，然后它有点黄光，可能之前可能是打的白灯，对，今天是黄灯。晚上好，晚上好。今天什么游戏？今天我们没有游戏。今天我们准备了。好，问什么游戏？我们有在问大家的问题啊。我们有那个就是对啊，问大家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是真心话环节。对，我们挑选了很多问题，就是在大家的私信啊，或者是评论留言，对，我们挑了很多问题。这些全部都是小九想问的问题。是的，是的。我看到有人说我的嘴巴了可是我昨天晚上用唇膏了，用唇膜了。但我觉得是跟你的口呼吸有关系。是吗？跟我鼻炎有关系。对，就是鼻炎，然后口呼吸。我喝点水。我昨天晚上真的涂唇膏了。回答得完吗？回答不完，我们就一直回答，直到回答到完。对，回答完了之后，我们再下播，好不好？等回答完。上次那个很久之前了，100个问题我们都没有回答完。对，然后我们就下播了。这次我们会回答完再下。这次我们会回答完再下。对，真的我们会那个回答完再走的。是灯光的问题，是今天给我打的白了。可以啊。哎，500个问题太多了。对，我准备水了，还有一整瓶。我这里还有呢。对，还有一整瓶。那什么时候开始？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因为问题确实是有点多。对，问题有点多。是的，是的。先喝一口水。我来看一看。好，那我们老多，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好吧？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撕下来。我要把它撕下来。我们贴的有点严实了。对。好。你们认识到现在有没有什么事儿没有告诉任何人，但却一直记到现在？有没有什么事儿谁都没有说咱俩？有吗？有啊。好像是真有，好像有。什么叫？不是因为我们事情太多了，就我们经常跟大家直播聊天嘛。内在上来就个男主。那我说知道。我知道是有的，我知道。你还拍我照片了。真的是。这个事情我
我想起来，他还偷拍我照片来着。对啊，我还时不时的会对他那个他还敲打他，他还偷拍我照片来着。对，我时不时，比如说但是这个不能告诉大家，但是这个不能告诉大家，照片也不能给大家看。但这个就是我记得那张照片不能放出来。对对对，好，我们开始下一个问题好不好？对，我记得是有一件事情来着，可以。除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真的不能说小芳了，真的啊，确实是不能讲。对，认为彼此的关系和刚开始有什么变化？哦，这个就有的聊了，这个就有的聊了。大家真的是，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关系是什么吗？我要考考大家。我们之前说过我们一开始的关系，对，大家还记得吗？我在看这个问题，认为彼此的关系和刚开始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变化真的很大。因为我搬进了你家。是的，就是一开始我们两个的关系会比较普通，对，然后当时不太熟，后来就是我邀请他搬到我家里来，然后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是变得亲密了。是的，跟之前相比，对，其实你知道，你当时让我刚去你家的时候，就是你说来我家住然后我特别不好意思。就是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就比如说去你家住啊，就你说完之后我就直接去，然后我就装作矜持的我说不了吧。其实我当时我很想去，但是因为我不好意思嘛，就是因为我不好意思，我说不了吧，我怪麻烦的。但是那个时候你经常跑啊，就是我们去要在准备剧宣的时候，你经常来回跑啊。对，然后我就是看你来回跑太麻烦了，而且你要坐车来坐车去。对，但是我当时就是我需要一个理由。对，理由。那理由就是我看你太忙了呀。但是虽然你最后也是因为这个住进来了。对啊，但是就是你很直白的就说了，你知道吗？等一下，有点卡，我看大家说有点卡吗？会有点卡吗？不卡。OK， 好，那就好。我刚才扭头一看，看到卡了，那确实是故作矜持，就是因为就之前嘛，故作矜持一下就，但是你现在没有之前的那种拘束感了。当然了你之前也不是说现在了，其实之前就是矜持了那么1-2天吧。我印象特别深，你之前就是在我家住的时候。就是坐在沙发上，就是好学生乖乖坐。我真的会很小心翼翼的，很腼腆在他家。然后我一开始我的衣服，我自己穿过衣服，比如说晚上我要脱下来要换衣服了，我自己的衣服就叠完之后，我放进我行李箱，真的规规矩矩的放进我行李箱。然后我坐在你沙发上，就真的好学生坐，就这样做，然后还挺犟。那后面不是了，后面是直接躺在我的沙发上对啊，回家就躺。然后后来就是你是跟我说，你说没事儿，然后你说你去当那个自己家，然后随便做衣服你扔那儿就行然后我就越来越放肆了。是的，就是我的袜子，真的对。这个不能讲。你要讲我就要捂你嘴了。你再讲我就要捂你嘴了。Sorry， 就是现在是变成我们的家了，对，现在是变成我们的家了。他刚住进来的时候，那肯定还是有点拘谨嘛，很拘谨。是的，就是后面就很放得开嘛，然后后面甚至就熟到，怎么说？我们算是共享衣柜，对算是，对啊，你穿我的衣服来着。当时你的洗完还没干吗？对，当时我的那个上衣和裤子都没有干。这是你家吗？没有，就是那个猫，这是你家吗？第3个问题剧集开播后，要开始面对粉丝的时候，
你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开播后，对，就刚开播。哎，这个真的有的说，这个你讲一讲，我听听。先听你的心理状态。先听我的。对对对，就是其实我在开播之前我就很焦虑啊，你也知道啊，我就一直很怕被骂。啊。然后我当时我当时其实很害怕，我不知道播后会就是会是什么样的评价？会是什么样的评价？但是我想到的不是这个，你想到是啥？我想到的是很有意思的，就你还记得我们每天晚上就这样来回刷评论吗？就我们两个躺在床上，然后你看到一条新评论就给我看，我看到一条新评论我就给你看。那开播后是这样的，开播后的那段时间，我们两个就是在床上，差不多我们洗完漱是10点多11点，差不多，然后我们能刷到凌晨4、5点，真的，全平台是你好不好？我没有刷那么晚。就是everyone 每一个平台，全平台，我不会放过任何一条评论。我当时真的就是挨个刷，挨个看。是这样的，但就是刚开播的时候嘛。对。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看大家的评价。然后当时是我想一想。当时看到好的评论我都不敢相信，知道吗？我看到过有说我演技好的，然后我都不敢相信，因为这是我演的第一部戏。然后看到夸我的我就不太敢相信，然后呢看到那个说我的，然后他又往心里去，真的他真的往心里去。对，就是夸我的无信，然后说我的我又特别认真，然后我就很内耗。对，然后我们两个就互相安慰，然后是这样的，我就夸他，我就说，哎，我说你很好啊，他们就说这是对的，你好，夸你好的就是对的。然后我夸他世界无敌第一帅。对，我记得那个时候，然后就是这样，就是又内耗又期待，就这样走过来的。对，那段时间确实很内耗。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互相吹捧对方，就这叫互相鼓励啊，对，好，这叫互相鼓励，好不好？我们互相打气，好不好？对，就是互相打气。对啊，然后其实说到开播后，这个我想说一点是，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直播吗？就第一次直播，他们有人说老实人怎么样，然后就说我很哀。对，我其实真的很想解释，不是说现在叫放飞自我或者是怎样。其实我真的觉得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你很紧张。对，我超级紧张，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印象很深，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坐在沙发上，然后你遇到一个评论还是什么，然后你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对，然后我就拉他，你就埋过来，我记得你埋过来了。我反正就是这2种方法嘛，我遇到你就躲过去了，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评论，然后我就躲过去，我就看他。我说没事，然后这样晃你，然后或者是那个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我就拉他，把他拉过来。对，然后我就去看他，对，让他看评价。对，是的。但是其实当时嘛，因为也是第一次，就是直播，对，就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形式嘛。就是第一次公开的去看大家的评价。对，然后我就很害怕说错话，然后我也就很小心翼翼，真的。感觉出来你那时候很小心翼翼。对，我不敢。现在还有回放吗？大家要不要去看一下？就是真的，就是很怕说错话，然后虽然还是小心翼翼闯了很多祸吧。没有闯祸啊，没怎么闯祸啊。真的吗？对啊。第4个问题剧集开播后，咱俩怎么看待网上大家对我们的评价的？没有仔细看问题，我们上一个回答我感觉把这个问题回答了。其实差不多了，就是评价嘛。其实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我看到好的评论，然后我会在想，我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太了解我自己了。那我跟你是一样，我会觉得我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好，然后但他们说不好的话，然后我也会往心里去，我会反思自己，我真的会，我当时会陷入一种矛盾吧，然后自我怀疑，就感觉，对，这里还有不足的地方，然后需要改进啊，怎样的，对。那我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其实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怎么看待网上的评价的，就是
好的不太敢相信，然后对，差的又会真的往心里去，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说到这个要感慨上了，感慨，没想到真的会有大家喜欢我们，对，这个是完全不敢相信的，真的要我插一嘴，我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能陪我们走这么久，真的越来越多人喜欢我们了，然后喜欢我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真的谢谢大家。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有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然后我就会慢慢的能感受到一种力量，对，力量，还有其实更多的还是其实之前很少能感受到责任是什么。我觉得我能懂你，对，能懂我的感觉，就是我能懂你，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有喜欢你的人，支持你的人，你就会有一种责任，就是我一定要做好，对，就是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对，是的，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剧集开播后，你们怎么看待网上大家对你们的评价？这个，对，我刚才看到一个评论，我们能不能改一改，就不要看不好的，就我们都有看的，我们不会放过大家的任何一条评论。我们看一下这个，对，我来，好，你小心，有点不好，小心。OK， 就线下见到小九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不会看不好的了，对，我们现在看的都是现在看的就是都有看了，中肯的，然后夸我们的，然后其实说我们的缺点的我们也都有看，但是我们不会内耗，大家放心。这个线下见到小九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是，其实我觉得是分，比如说线下见之前，我是很紧张，然后但见到之后是紧张的，是期待的。包括我们第一次线下，我们跟小九正式见面，第一次是在延吉，对，延吉，对。然后包括你看在机场，他跟我说你看外面有很多人来，是的看我们。然后我当时我露头偷看了一下，我就很紧张，然后就偷偷跑过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对。然后就是很期待嘛。然后等见到之后呢，我会觉得，我所有的紧张和就是害怕什么的全部都卸掉了，因为我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大家的对我们的热情，然后就会觉得都是一群很善良很可爱的小女孩们。但是呢，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问大家，大家第一次见到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大家问我这么多问题，我偶尔问一下大家，不过分吧？对不对？大家经常问我们问题，我偶尔问一下大家好不好？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见到我们第一面的时候，会觉得我们两个有什么优点，或者是我们两个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对，青涩两个人，反差。原来如此。其实我已经形容不出来我当时的心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线上的时候会很 E 嘛，就是我说话大大咧咧的，但是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我记得当时你很紧张。对，紧张。对，因为在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会有人来延吉，你知道吗？我以为会很少人来。我当时以为我们可能就个位数，然后10个人、20个人，但是没想到最后来的会比我想的虽然也没有很多，但是会比我想的多。然后我当时，我当时估计大脑完全都不知道在想什么了。我记得我现在都想不出来我当时的想法，我只记得我
好多人，然后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又害怕说错话，你知道吗？对，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当天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两个也是就是第一次去线下也是以这样的形式去见大家，然后肯定会很紧张，很怕。其实我觉得还是我们太想要做好了，就感觉我必须要给大家都留下一个好的印象，然后我就越来越不敢去做了，对，是这样。我觉得能不能再还是太敢不敢再来一次延吉？我这次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肯定做的会比以前要好。我觉得会比以前要好，我绝对不会再像上次一样什么都不讲，然后直到你自己讲话了。没事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比如说你紧张的时候，那我就要不紧张了，就可以去说。然后我紧张的时候，你就对帮我去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一直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然后当时延吉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我说怕第一次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然后也很怕大家，比如说有，玩的开不开心啊，就很关心这些，对，不行，哎，怪我，对对方有安全感了，是这样的，对我们两个真是这样，其实。很多活动，就是这几场活动下来，我们两个就是属于那种互相打气，对，互相打气，互相支持，挺着对方走，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交易太难撕了。这个你来念吧。好，我好奇这个问题是谁写的？这个问题好严肃。我们两个有因为现在的工作改变自己吗？对。写这个问题的人在不在？啊，看到了，你写的。那我们有，那你觉得你有？严肃回答。那你觉得有改变自己吗？我觉得是有的，就是，但是你不能说是因为说刻意去改变，我觉得，怎么说？像比如说，我想怎么说会更恰当一些？就是那我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比如说我们工作啊之类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是有棱角的。对，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会慢慢的收敛自己的棱角，更照顾对方的情绪，我们也会慢慢的去磨合，然后慢慢的一起变好。对，是这样的，就是包括像我们两个在一起，也不是说单方面的，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中心，我想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是以你自己为中心，你想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两个都是互相的去一起去更好的让我们在一起都是。那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有让你不开心吗？我觉得没有啊。因为我听到你说你有收敛自己的棱角什么的。对，那现在的生活你会觉得有委屈到自己吗？不会啊。好因为我之前不是还跟你讲过吗？之前我们有讲那个真心话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说不用就是你之前不是说会学着收敛自己，然后包容别人吗？我说你可以有自己的情绪啊什么的，对，对啊，对，你不一定非要处处去包容一些自己不该包容的事情。是这样。我觉得改变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是往好的地方去改变的。比如说其实我之前我是一个从来不喜欢把自己内心去表达给大家的一个人，就是我不喜欢表达自己。那你现在确实是表达很多了。对，我不喜欢表达自己，我也不喜欢去让别人去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对，然后比如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久了之后，然后我就慢慢的他也教会了我，就是要去表达自己啊，怎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在变好的。是的。这个问题我回答的话，我回答的可能会有点坏。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改变的，我觉得我还是像以前的自己一样。
以前的我可能大大咧咧，然后什么的。我觉得我改变的是我的缺点，对，我并没有改变我自己，我只是优化了自己。我觉得就是我一些缺点，我觉得我在现在的生活以及和你的相处中，我觉得我会有改掉。比如我以前那个讨厌你的地方，我会直接跟你说，我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怎么样，我会直接跟你说。然后呢，其实我现在有慢慢学着就是去换位思考，可能在我的视角里面，这是一件错的事情，可能站在你的视角里面，这个事情它就不是错的，或者是这是一件普通的小事，可能是我自己太敏感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这点改变的不错，我觉得我现在会更多的替他人去思考了，不像之前就是什么只顾自己，然后什么只想着自己。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有一些改变。其实你像这个问题，比如说改变自己，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磨合了。就包括我们前2天，我们2个也在去说一些个之前的事情，就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其实说完之后，原来比如说之前他会觉得 OK， 你这一点我觉得我是不舒服的。然后我跟他说完之后，当时的一个状况之后，他就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会觉得换位思考就是很重要嘛。然后他慢慢也会学会换位思考，不单方面的去看这个事情。对，我觉得都是在就是携手去更好的往前走。对，是的，我们一起变得更好。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还记得，就是平时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以前，就是平时我们在家吃饭的时候，我有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去告诉一开始的你，我们2个的相处方式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你会相信吗？当时你没有回答我，但是我现在可以回答，如果告诉以前的我说左右你会和季川，然后你们2个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你们一起生活一起居住，我会完全不敢相信。我也是，对，我会完全不敢相信。你们现在做的事业是自己喜欢的吗？对，这个是哪个小九写的呀？对，这个。然后这个问题，你想想怎么回答？我来回答吧。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难，是谁写的？真的很难哎。就一开始我先回答吧。就一开始我对于这个事业就是真的就是当个班上。那确实和我以前一样，真的是当个班上。对，就刚开始进组拍戏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只是上班，就是上班当个班上。对，然后其实后来在慢慢的过程中吧，在过程中遇到了喜欢自己的人，就是支持自己。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小九们，对，然后遇到了很多支持我们的粉丝，以及遇到了彼此。其实我就觉得最怕是什么？怕有牵挂的人。就是一旦一个人有了牵挂之后，你就会就会觉得怎么说有羁绊了。是羁绊啊，有羁绊了。sorry， 我的发音不是很没关系，我开玩笑，我开玩笑。所以就是我就会慢慢的渐渐的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对，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能让我遇见很多善良的人，然后以及支持我的人，还有对其实我以前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当班上，和你刚才说的完全一样。就是我进组拍戏的时候，我以为拍戏就结束了，然后呢和你也只是同事关系，然后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的关系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的生活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对，然后呢
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个样子，然后一直越来越好。对，其实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我也很满足现在的事业，真的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对，希望可以一直保持现在的样子。不对，我们要越来越好，不能是保持现状。对，我们会越来越好的。我们会细水长流，越来越好的。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就像我们两个人说的那样，我记得我们经常会说细水长流。对，是的，是的。对，希望我们的关系像细水长流一样。对，是的。然后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我来念吧。好，来吧。都好严肃。如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选择踏入这个圈子吗？我觉得是会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对，我觉得我也是会。但如果你就是半年前问我的话，我可能会犹豫一下，真的。但现在看来，我很肯定的回答是会的。对，如果确实我们两个的心路历程很相似。但是能不能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过去啊？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过去的话，我就会避免那段内耗的时间了。就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真的很怕就怕有了牵挂的人，真的。就是我还是会踏入这个圈子。对我的话，其实我也会的，但是仅限于现在问我想，我真的想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一趟，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吵、不必要的麻烦和不必要的内耗了。对，我觉得真的可以。能不能真的给一次这个机会？怎么，你要当天使吗？不是啊，我是要避免我们的争吵，好不好？最想和粉丝说的一句真心话。首先要讲10000遍的话，就是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这句话虽然说过很多遍了，但是一直想谢谢大家，因为有你们才会有我们两个嘛。对，就像我之前说的那句话，我发过微博，甚至也发小作文那个。是的。对，我觉得就是很感谢遇到大家，然后也很感谢大家的托举，真的。是的。谢谢大家。然后就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很多的时候，我们试训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工作很累啊，然后生活很累，然后可能半夜还在上班，然后还要在那么忙碌的生活赶过来见我们。对，这一点其实我是一直记得的。我真的想跟大家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对，就是确实很多小九们在工作上已经很有压力，就是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以及学业各种繁琐的事情里面抽出时间来看我们，我觉得特别珍贵。是的，就是就是说多了真的就是只想说感谢，就是可能每一次大家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够，就是说的对，就是是的，我想表达的就是那么短几秒时间内我表达不出来。是的，我会每一次就是可能我们刚说了几秒的话，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觉得很亏欠，真的很亏欠大家。是的。就像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直到我看到微博上有小九们说爱常是亏欠是的，爱常常自觉是亏欠。对，我真的是彻彻底底感受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对，但是我看到大家的经常有看到大家的言论，就是说大家喜欢我们，就是我们不要有压力什么的。但是我想就想跟大家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们照顾好自己，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对，我要说，啊我想到了，就是那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嘛，然后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再来喜欢我们，对，然后，也希望我们两个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精神支柱吧。虽然大家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就是不管，我们能陪伴彼此走多久，但是只要你们在，我们就永远都在。就希望你们能，照顾好自己。对，好。这个问题比较轻松了。如果可以实现一个属于我们的愿望，你会选择实现什么愿望？我希望所有的小九们，还有左右，以及我，我们的生活都顺顺利利的，然后就是每天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好。如果可以实现一个我们的愿望，这是什么？我要现想愿望，我要想一个可以包含所有的愿望。心想事成。不太够。好吧，那我实现我刚才说过的话好了。那我实现我刚才说过的话，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关系真的可以像细水长流这个词一样，就可以慢慢的，然后长长久久的走下去。对，那我选这个愿望，我们看一看下一个问题。你会如何跟对方表达我需要你？跟对方表达我需要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很简单。我们俩真的就直说，就我自己的话，就真是直说。需要你的时候就直说。对啊，就是需要对方的时候就会大声呼喊对方，就是我来帮一下我需要你，来帮一下我需要你。我们拿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我想说一下。我能说吗？是在为什么？不能说，好吧，不能讲，就类似于就是缺什么就找他，就你给我送过来。但也没有没很明确哦，换一个。我知道，但不能讲。好，假如失忆了，你们最怕忘掉和对方哪段回忆？我都很害怕，真的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每一段回忆我都很怕忘掉。不行啊，不能忘掉啊。对，就是这个问题好痛啊！不行啊！因为每一段回忆真的就是对啊，有每一段回忆的意义。是的，就是好的不好的都不能忘掉。对，是的。哎，大家稍等，我先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大家的问题都好伤感啊！有没有欢快一点的？这里还有一个，如果有一天对方消失了怎么办？就真的，对啊，我再回答一下上面的那个问题，就是开心的和不开心的都不能忘记，都要记得，对，都要记得，都是和对方的回忆，不能忘掉。这个又好痛啊！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时间的尽头，今天最想和对方做完哪3件事情？真的好痛啊！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那今天晚上我们想干嘛？我的话是没有特定的哪3件事了，我就是觉得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了。我就那这个愿望现在，那这个愿望在当下，在眼下，我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对啊。那我的话，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那我想，但是我现在也想不出来有什么事情。那我们就，如果明天的话，那今天晚上可以在家里听听音乐，然后聊聊天，可以复盘一下我们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去完成。对。然后，
然后带着记忆下辈子再做吧。如果真的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话，那我需要可以安安静静的听着音乐，然后聊聊天。我需要这样。我看到这个问题，我想的第一件事，让我看一下下一个啊，你先说。就是一定要粘在一起，就是不分开这种，就必须要粘在一起。这个也很严肃。有没有因为照顾对方的情绪而委屈自己？你肯定有吧？我觉得不能说是委屈吧。是吗？那是什么？对，你之前肯定为了照顾我的情绪，然后自己委屈过啊。不管是那个排戏还是什么，你肯定有委屈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算是委屈，我觉得是两个人相互磨合的一个过程。啊，对，就是在磨合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咱们两个都互相包容了彼此很多。你不能说，就是我委屈怎么样？我觉得你也有在包容我呀。这样吗？但是我看到这个问题，我会非常想道歉。那个时候确实是脾气比较大。对，你肯定是包容自己了。对对对，然后我代表以前的我向你道歉，好吧？我代表以前的我向你道歉。真的，我觉得我们就是你不用道歉，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有句话怎么说？什么？那个这些都是应该做的，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然后我觉得正因为是有那些个回忆，才让我们知道我们两个现在就是怎么说，就是我想想这句话怎么说，就是我们两个应该很庆幸，我觉得有那段回忆，我们两个就会更好，更珍惜现在的关系。对，要是一开始我们两个关系很好，那我们的关系就是往下走的。对，就像你之前你跟我说那个，从一开始如果你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对啊，就是那天晚上我们聊天嘛。对，就是说到一个事情，就是那天晚上聊天，然后就是去讲自己的相处方式嘛。我跟大家讲，就他一开始的时候会很容易就是和所有人玩得很好，然后呢后面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们的关系是往下走的。然后呢我就讲，我说我一开始跟任何人都不会关系变得好，我所有的关系都是慢慢建立的。对，你看到我们俩的关系就是和我的交友方式一样，就我们两个一开始就是关系比较差，然后我们慢慢经过很多困难，然后现在关系变得好。我想起来我那个想说的话是什么了？是吗？有句话叫做什么来着？不打不相识，可以这么说吗？不能这么讲吧。但是没有打了，就是对。我是真的觉得冲突有时候也挺好的。对，能让两个人会绑更深。那肯定，两个人的羁绊会更久。是这样的。换个歌，好，换。那我读下一个问题。正好我读下一个问题。对，吵多了其实就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啊，然后和不满意的地方，然后后面就我们两个改掉就好了。我们两个不是对抗路好吗？我们两个不是对抗路，我们两个就是暗戳戳的委屈自己，然后积累更多的小怨气，然后在某一个吵架的点上面就爆发。对，就爆发。就我们两个一开始就是面对我不喜欢你的事情，你不喜欢我的事情，我们两个都会退步。然后有时候退多了，我们两个就会小吵一架。对，然后以前所有的恩怨都误会啊，都解决了。有没有哪个瞬间感受到了对方对你的偏心或者偏爱？有没有哪个瞬间感觉到我在偏心你？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什么？我们就拿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没跟大家讲过，就是他们拿你的名字开玩笑。这个你记不记得？我知道。对，因为我当时我很感动，跟你说。对啊，但是这个我们没有跟大家讲过。对，就是当时他们就是开玩笑嘛，然后左右就说你们不要说了怎样的，然后就
对，在那一直调侃我，然后我就很难堪。是的，是的。然后事后之后，我就跟左右说，我说很感谢，你当时就是，帮我说话，对。然后，我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哪个瞬间？其实我讲不出来瞬间。我觉得你的话，你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偏心我的。对啊。对，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很多时候他都会偏心我，然后向着我，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是能感觉到的，很强烈的感觉到的。我觉得并不是说哪个瞬间吧，其实大部分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假如可以删掉对方手机的一个 APP， 你会选择删掉哪一个？你会删掉哪个 APP？ 我想想，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删掉哪一个？我会删掉哪个？我先看看你现在有什么 APP。不行，我现在直播没办法退出去。我会卸掉你的微信。为什么？你卸我微信干嘛？我想一下，说出来有点羞耻，大家是不是来拷打我们的？对啊，我们两个不需要用微信交流，我们每天都待在一起。然后我把你微信卸载掉，是不想让你跟别人聊天。啊，你卸我微信？我会选择卸掉你的微信。那我如果说可以删掉的话，你如果卸掉我微信的话，那我可要现在卸掉你的浏览器了。干嘛？不是啊，干嘛？我回答的这么正经，你在干嘛？可恶！我的浏览器什么都没有，好不好？我的浏览器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看啊！我的浏览器真的什么都没有，我的浏览器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不看这一个，我看另一个。什么？我不看这个浏览器。干嘛？我的浏览器真的什么都没有。那我现在看看你的微信，我微信没有开无痕啊。我现在看，我直接把你的微信卸载掉。直播这样挑页面它会卡。我们下一个问题。谁更容易因为对方的一句冷淡而胡思乱想？你？是我。对，就我都不需要他跟我说一句冷淡的话，就是可能一个表情我就开始胡思乱想。真的不行，你要向我学习，这个你要向我学习。你要，如果你因为我的表情你就胡思乱想，你要向我询问啊。比如我现在冷脸给你看，这样。你现在有点冷不出来，可能我没有笑的时候，就是可能我刚睡醒啊，或者是有点疲惫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臭脸啊。那种情况你都要向我，你要向我问，你说你怎么了？是不是对我生气了？我肯定会跟你直接讲啊。我说我没有生气啊，怎么样？你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学习一下我。你要是冷脸的话，我肯定会直接问你了。我说你干嘛？你怎么了？你要是冷脸，我可以直接问你。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了？但你确定我冷脸的时候，你不会以为他是不是没睡醒啊？不会吧？我觉得你没睡醒跟冷脸还是差别很大的。你现在冷脸一下我看，你现在冷脸一下冷脸不出来，你现在冷脸一下我看，我现在冷脸不出来。好吧。但是，确实很容易会看到对方的表情，然后会胡思乱想，是这样的。但是尽量少胡思乱想，好不好？尽量不要胡思乱想。我已经在改了。对啊，不要胡思乱想。开始下一个问题。大家能不能问一点？大家要不要问一点那个比较开心的话？你看这个又很严肃。如果必须选一个，你更害怕冷暴力还是激烈争吵？这个问题就是问你是喜欢冷暴力我还是和我吵架？这个问题就是想这样问你。我不喜欢这两个，因为我其实我很就是我跟你说过，我说很害怕争吵的，就是但是我不行，我是害怕冷暴力，我会选择争吵。对，他是选择有什么事就直接吵一架就好了。然后但其实你看啊，这里面我跟你说过，我说我之前很喜欢冷暴力，
对啊，就是我跟我你之前说过对我很早之前跟我朋友就很喜欢冷暴力，但是我现在这两个我都不提倡，就是我会觉得激烈争吵会很消耗彼此。但我不觉得。难道你忘记我对你说过的话了吗？我说我是吵不散的。对，吵不散。但是我其实，在我觉得这个需要我的时间去学习去学习去面对这些但是尽量还是少吵架的好。对，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吵架。就是我觉得我会觉得激烈争吵会很消耗彼此，很消耗对方，然后冷暴力会解决不了问题。我会觉得如果说必须要有一个解决的方式，是两个人很平静的去聊完这些事情。你就比如说有时候你看我如果跟你说，就是有时候你在情绪上的时候，比如说我说完之后，然后你就可能会怎么说，直接情绪上头，就那种，然后我就会有点不知所措，会这样，所以我挺怕这个的。但是我如果必须选的话，其实我更害怕冷暴力了。我真的觉得我很害怕冷暴力。这个我是知道的。对，我觉得冷暴力没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我觉得冷暴力比激烈争吵更消耗彼此，你不觉得吗？万一会，确实。我觉得激烈争吵好歹还有反馈。我觉得如果你愿意跟我争吵，我还能收到你的情绪。我知道你具体的想法是什么的。但如果你冷暴力我的话，我想象不到你的状态，你的情绪，我想象不到你的想法是什么。对，我就算吵架，你可以骂脏话，然后怎么样，我还是可以感觉到你的情绪的。对，我真的很害怕冷暴力。我觉得冷暴力这个东西都该在世界上消失，好不好？对，冷暴力该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什么？这个问题又是这种问题。谁更爱说反话？会有把对方往外推的时刻吗？我认领了，你更爱说反话。对。但是你没有把我往外推过啊。对，但是我更爱说反话，就是口是心非。是这样的。但这个是，但是口是心非不代表你有把我往外推啊，顶多就是你可能想自己待一待，怎么样的。我是从来不爱讲反话，我觉得有什么讲什么。对，我其实就有时候我会觉得怎么说，说反话，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可能太在乎对方，忽略自己。我会觉得把话说出去之后，可能会伤害到对方。对，就是话太难听了。其实也不是，我真觉得有时候我也能说出很难听的话，但是这就是因为太难听了，所以我不说。对，变成反话了。对，变成反话了。那其实说反话还是把自己还是保护对方的一种行为对，其实是这样的了。是这样的。好，那除了二搭外，我们两个有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这个的话，其实很远大的，比如说很远的规划，确实，我喝一点水。确实也，我先说吧，就是我觉得很远的规划也不能说有什么具体什么的，我只是想目前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我想把我们的二搭的把戏拍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演好它。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在演好之外，我觉得其他的时间，在不研究这个戏的情况下，其他时间我觉得可以去提升一下自己。对，提升一下自己的素质，然后比如说专业啊什么的。对，也可以去多去尝试一下其他的东西。那我的话，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对太远的事情的规划。我眼下的规划可能就只到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吧。几个月，对，就我们两个是把戏演好。是的，我的规划就是能真的把这个搞好。对，然后
但是我想说的规划是我们两个的规划里面有彼此就足够了，我觉得。除了这个，我觉得接下来的规划能有彼此，干嘛就很幸福了。我很满意这个回答。干嘛？如果有一天对方消失了怎么办？我就想，真的是想知道这像前面那几张失忆的呀，还有那个我说一点那个幽默的话怎么样？我说点幽默的话。就是我看到这个问题，我想问，对方是物理消失了，还是人为因素消失了？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消失了，还是说突然有一天，那个他消失了？对对对，我想问，那如果有一天他消失了，我会那个，我会恨你一辈子，然后我再感叹一下现在的社会怎么这么不安全。对，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消失了，我真的会，我一开始可能会紧张害怕，就是有点慌，对，我可能会心慌。然后如果真的到处找不到你，我可能会慢慢的恨你，我可能会在想是你自己走掉了，还是出现了什么事情。对，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会有点生气，我会生气。所以咱就是说，就不能打个报警电话吗？你打了呀，就是到处找不到你啊。然后我最后会伤心。对啊，但是这种问题不许再问了，这种问题真的不许再问了，这种问题不许再问了。这种问题，前面有几个问题，有那个失忆的，对，世界末日的，还有世界末日的，然后又来个消失的，就是咱就不能盼点好的吗？就非得就把我俩就是说给聊没了是吗？就是我看下个问题，哎，这个好一点，有没有一起？哎，你还没有讲我消失了怎么办？你还没有讲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这个我其实因为我会觉得第一件事我肯定会先报警，对，然后呢？因为我要先去找你，我会跟着一起去找你，然后我会通过你的所有的方式，然后我会去给你发消息，然后去打电话，然后甚至我会倾尽一切，比如说像有那种黑客啊什么的，然后去定位你的手机之类的。如果说这个还不能，然后我就要开始胡思乱想了，我就会我要开始动我的侦探小脑了，就像那天那个我去推理这个事情一样，对，我一定要把你找到。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咱们家木头好，那么跳过，看一下，我们跳过，这个不是木头的。核桃干嘛？核桃也是木头。哎，就跳过，我们跳过，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个跳过。好，回答一件这个，有没有一起做过很多遍但是还不会腻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太多了。我觉得我们两个像散步啊、健身呀，然后吃饭啊，对啊，都不会。对，聊天什么的，我觉得不会腻。至少现在还没有腻。以后也不许腻。那万一以后我再喊你出去吃饭，然后你会觉得我不想去，我想在家吃，你会有这种情况吗？不会，只要你叫我就走。好，下个问题，谁在聊天中更爱发语音？对，这个就是他。这个我会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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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很多。我看到这个，我真的很爱发语音。其实在那个群里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也是我爱发语音。这个是他。确实是不爱打字之人啊，是不太喜欢打字。这个是吗？最近有没有偷偷吃醋但嘴硬不肯承认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真没有，因为我们两个都挺乖的。对啊。这什么意思？我不满意你的回答，我太不满意了。为什么？说白了就是不够在乎。来，那你说吧，你又跟谁出去了？我没有跟谁出去啊。那你跟谁聊天了？我也没有跟谁聊天。这不完了吗？对啊，但是你不吃醋就是不在乎。找茬？
我没有找茬，好不好？找茬我没有找茬，好不好？找茬我没有找茬，好不好？这是真的，这是真的。那我回答我就有啊。你说，那我回答我就有啊。你说，但是这个问题只问了我有没有嘴硬不承认的时候，现在就有啊，现在就有嘴硬不承认啊，但是又没有问我是因为什么事情，我不回答，我不回答，我不回答。哎，我再重新说一遍，最近有没有偷偷吃醋？下个问题，然后不承认的时候有啊，有啊。下个问题，季川老师最近有过不开心喝很多酒吗？季川老师没有了。我已经学会自己去，调节情绪，然后怎样，就是已经学会自我消化，自我消化了，就是好，对啊，然后然后就是可以跟左右说啊，然后左右会哄我的。现在没有了，现在不喝酒了，学会自我调节了。现在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自我调节了。对啊，因为有左右在身边嘛，所以我就真服了。你现在又整哪一出？觉得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双方能坚定的选择彼此，然后互相包容。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包容。那确实。我觉得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坚持。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感情是坚持。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坚持的话，肯定走不到最后啊，肯定是走不到最后的。对，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相信对方，然后和对方坚定的走下去。你觉得我们就是啊，如果一开始不坚持的话，那我们两个可能因为我不好你不好，我不好你不好，然后我们两个就不欢而散了。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及包容，还有陪伴。是的。如果对方不记得自己了，第一时间会做什么？又来？怎么又开始失忆啊？好，那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记得你了，你会干什么？会干嘛？你会干嘛？我或许想了一个比较戏剧的东西。干嘛？那正好用愉快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快点。好，就是我会说，你睁开眼的第一下，你会问我是谁，你在哪里？我会说我是你的债主，你欠了我很多很多，你需要还。然后呢，你就要时时刻刻在我身边还。直到你还，就是你还无可还的时候，你就得，干嘛？你就得。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记得我了，第一时间会做什么？我肯定会告诉你我是谁，然后我们两个的关系，但是我会把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全都删掉，然后把愉快的回忆全都说出来。然后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有当初的遗憾了，就是我会把我们争吵的记忆全都给你删掉，我就只给你补充我们欢快的回忆。欢快的。对，这样我们就不会再记得以前的争吵了。描述一下幸福的画面。描述一下眼中幸福的画面。眼中幸福的画面。严谨一点。其实画面真的，很多很多，描述也描述不完。其实真的幸福的画面有很多。对，其实我能感知到，很多幸福。就比如现在说话，就比如平时在家里说话有你的回应，然后我就会感觉到很幸福。还有很多，比如一起吃饭，可以面对面吃饭，然后可以一起敷面膜，然后就是敷面膜躺着，然后也还可以就是一起看电视，然后一起看到就是一起看就是看到看电视嘛，然后就是看到就是你喜欢或者是我不喜欢的画面，我们有争吵的时候嘛，
但是归根结底就是分享2个字，就是对有人分享，我觉得就很幸福。对，我可以和你分享我的所有的事情，我觉得很幸福。对，就生活中有人可以分享，我觉得很幸福。那我眼中幸福的画面就是2个人在一起做任何事情我都觉得是幸福的，就是喜欢的人在我眼前蹦来蹦去。那我很少蹦来蹦去啊，晃来晃去啊，那确实也是，就每天就这样蹦蹦蹦蹦蹦蹦蹦啊，那这是在家里一直走动。对啊，然后就比如说你像拼积木的时候，就是我在沙发这儿，然后累了，然后躺在这儿，然后就看拼积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幸福的画面。对，这个能坦然的在对方面前表现出自己不完美的一面吗？我可以，你会包容我的，对不对？对，我会。但是我也会包容你的，但是你有勇气在我面前展现不完美的你吗？我是觉得，如果说我真的，我真的很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会觉得没有人会100%很坦诚的去把自己不完美的一面去展现出来，因为其实正因为在乎，所以我会小心翼翼的把我不好的一面藏起来，只把我好的一面给你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和你完全相反，因为我很有底气，因为我知道你100%会包容我的，所以说我会有绝对的勇气展现出我不完美的一面。对对对，因为怎么讲呢？对，我和你完全相反，对，我不会因为对方就害怕伤害到对方，然后可能会隐藏自己不好的一面。但我恰恰是因为对方给了我很足够的勇气，我才会展现出不完美的一面。对，其实我真的是这样的。恃宠而骄是吧？这个词不对，这个词不对。那是什么？骄傲就显得不太好了。但我只是把我自己不完美的一面，把我一些可能不开心的，然后不开心的情绪啊，或者是我的一些缺点，然后我可以展现出来。就是你会觉得我们2个的感情就是可以完全的能接住对方不完美的一面。对啊，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但我的话，我是因为我不要替我着想。你害怕？我就是害怕那个不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对方会不会就是不喜欢了？对，其实有时候我就会想，我要把我最好的一面都给他。这样。我的话就是，那这个问题，如果必须要分开一段时间，且联系受阻碍，你最担心什么？如果必须要分开一段时间，我最担心的是你有没有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我担心还是这个，比如说水有没有按时喝。对吧？我有按时喝啊。对，水有没有按时喝？我有按时喝。饭有没有按时吃？有没有又瘦了？像你不吃，少吃一顿饭就会瘦几斤的这样。但是我的话，我也有好好吃饭，好不好？我也有好好吃饭。真的吗？真的。我现在我敢跟你上体重，你敢看吗？我真的现在体重越来越高了。那晚上睡前看吧。不像以前那么营养不良了。我是真觉得太瘦了。我的话，如果分开一段时间且联系受阻，为什么会联系不到对方？我最担心的事情，其实我想象一下，如果分开一段时间，然后联系不到对方，其实我会担心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能不能顺利的解决事情。就我很害怕你会遇到烦心事情，然后就是你不能坦然的或者是开心的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完。对，因为我想时时刻刻在你的身边，然后如果你有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我能帮你分担，我能帮你解决。对，我真的会很担心一个人，然后遇到烦心事情只能自己烦来烦去的，然后没有人可以分享。对，起码可以联系一下，也是会好很多的呀。如果联系都联系不到，那会很难受啊。
哎，我下个问题好不好我？觉得这样事情就是不会发生的。哎，不能分开啊，我们是要时时刻刻在一起啊。看到堆积如山的脏衣服，谁先会认命的走向洗衣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这个认命这个字用的不太对好。我也在想，我说这个认命的走向洗衣机，这个真的对啊，这个认命这个不太好。我们两个都是看到衣服就顺手的事，对顺手扔到洗衣机，然后就洗了。毕竟又不是手洗。哦，正好辟谣一下，之前说我做美甲，不让你不做美甲是为了更好的刷碗什么的。现在辟谣一下，我们都是扔到洗衣机好不好？刷碗也都是那个顺手刷的好不好？并没有说一直欺负他，我没有欺负他。我在玩梗当时。哎，我知道。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没有说有堆积如山的衣服。对。嗯？为什么？什么呀？大家说多让我们看看评论，然后换一首歌曲啊，这个就不那么伤感了。有没有从小就喜欢，然后到现在依然保持着的习惯？还真有。是吗？你还记得咱俩去吃兰州拉面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很喜欢怎么说，就是比如说这是一双筷子啊，这是面，然后我喜欢就是那个面就这样转呀转呀转，就都转到筷子上面，然后一口这样像撸串一样吃掉。这个真的是我记得这个。对。那我的话，其实我并没有很多从小的习惯了，就是我现在和我小时候变化还蛮大的。我并没有以前的习惯。如果说依然还保持着的一点啊，就我以前很喜欢给我的物件起名字，就比如我的自行车叫什么名字，然后我的一些玩具啊叫什么名字，我会给他们起名字。然后现在的话，我会偶尔给我的一些玩偶起名字，就是但是我现在真的起的少了，但是这是我依稀保留着的。就比如就我床头那个玩偶，好想说那个名字啊，但是我因为那个关系到我的真名，我就不讲了。但我会给那些玩偶起一些小名。对，这是我一些保留着的习惯，但是并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这个是老大，那个是老二，他带领着他们。但我其实变化还蛮大的。我一个人出门的时候会和对方报备吗？我们很少有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啊。对，我觉得不是报备吧，分享。对，我们两个也很少有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对，就是怎么。我说，我不知道我这个能不能说。你说。突然想到一个习惯。你说。我连去卫生间都会说一声的。比如说有时候，但这个就不用讲了，这个说出来不太好。对啊，如果硬要说有一个人出门的时候，那我们其实会和对方说，我到了，然后我还有多久回家，然后我坐上车了，然后还有多久到家。会和对方说一下，对，也不是说报备，就是简单的分享。多和大家互动，不好意思。好的，我们会的。好。这个，对方的哪些小癖好是让你感觉到的萌点？什么萌点？对方的小癖好，我真的有机会，也不能这么说，就是。真的很想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敷面膜的那个笨笨的样子，真的很萌。那我的话，我还是说你以前的比如吃什么都要蘸番茄酱。不行。你干嘛？这个问题是我觉得哪里萌好不好？
是我觉得哪里萌，我觉得那什么萌就说什么呀。那我还说你在家里唱歌比较萌呢，一进卫生间就唱歌，那我觉得都很萌啊。那我是都觉得很萌啊，就是一进卫生间，然后一到哪里你都唱歌，也不是说卫生间一到封闭的环境你就唱歌。因为它有回音嘛。啊，那我觉得很萌啊。换一首歌曲。有没有藏在心里一直没有跟对方说的小遗憾？有什么遗憾吗？我来替你圆满的弥补一下。有没有啊？我还真有。是吗？但是这个大家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剧杀青的时候我不在的，其实就是我杀完青之后，因为我有事情，就是我有很急的事情，我就立马走了嘛。对对对，立马走了，然后就是晚上的杀青宴我不在。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算是自己的一个遗憾了啊，然后也没有陪着你，就是一起去，享受杀青这一刻的没关系，没关系。对，那下次杀青的时候你要在的，下次杀青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在的。好，好吧，杀青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在。对，那我的话我并没有什么遗憾，我想一想我没有什么遗憾，对，因为我所有的遗憾我都会表达出来。哎，你不应该是？你等一下，你不应该是？你的遗憾也是没有跟我一起过杀青的。我又没有走，是你走掉的。也就是说，我在不在都无所谓了。不是啊，我在那里等待你，是你自己不回来，我又没有走掉，我就在剧组待着呀，我就等待和你杀青了，但是你走掉了。那是因为我有很急很急的事情。真的。但是这个事情又不是说那个什么。这是你的遗憾，好不好？好吧。我当时在剧组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要走啊，我只是觉得那个杀青来可以聚一下。我不喜欢这个回答。不行。但这就是我的回答，好不好？我觉得那个也不能算是我的遗憾吧。我能理解你有很多的很忙的事情要走。对。对，我能理解你，因为你那个事情真的很紧急嘛。吧，我觉得。我觉得你应该这么说，你应该说，我也有遗憾，我的遗憾是你没有陪我，就是享受杀青这一刻，然后希望下一次。好，那你要答应我，下一次杀青的时候你要在。对，那你现在答应我，下次杀青的时候你要在。好吧。答应你啊！你要说这个，我就很开心。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你下次必须要在。对，你肯定要在的，对啊，你必须要在。如果你在不在的话，那就很过分了。一次还可以，两次我就真觉得遗憾了。如果一次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还有第二次机会。但如果你第二次机会你还不在的话，那我觉得很遗憾了，那就真的很遗憾了。没事，第二次我会在，会在。如果对方被其他人搭讪时，你的反应是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谁敢？我看我在这谁敢搭讪？我就是那个。饿狼你知道吗？就是直接就是上去咬人了就。好，那我的反应就是赶紧溜走，然后假装不认识你，然后看看你会和搭讪你的人聊什么。就我会溜走，然后我就看看你会和搭讪你的人聊什么。你不应该，你不应该很害怕吗？你说，哎，就是有人搭讪他，哎，怎么办？他会不会被抢走啊？然后你就在旁边，你就是说那个别过来，那个这个人他对吧？他也不是啊。然后我想一下怎么说，他有对他反正就是不能给联系方式，然后不能搭讪。我会走远一点，然后看你是什么反应啊。我就看你什么反应啊，我就看你会不会和对方聊起来，会不会给他。试探呢？这不是试探啊，因为我100%相信你啊。因为我100%相信你啊。对，你相信我能处理好，是不是？对啊，我100%相信你啊。这么说我满意。对啊，我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因为我是100%相信你的。然后我都已经能料到了，就是他说他100%相信，然后事后就又开始找茬，真的是这样，真的过分了啊！对啊，我什么时候找茬？到时候肯定会说，哎。我一点也不吃醋的，然后我不在乎，没事啊，我相信你啊，然后呢，就在那看着你，就这样看着，然后就说你去倒垃圾，聊什么了？每天，然后他们两个聊什么？我没有很过分，好不好？
我没有。每天谁去倒垃圾？我怎么可能找茬？我很少找茬。每天谁去倒垃圾？我有2个问题想回答。2个问题想回答，什么问题？就你刚刚说我怎么会找茬，结果我很想反驳你。那你说，来，你说。他真的不找茬吗？我就看底下有没有人说他真的不找。我不会无缘无故的找茬吧？都是你说的话不对，都是你说的话让我生气了。不找，都是你说的话让我生气了，都是你说的话让我生气了。每天谁去倒垃圾？倒垃圾，我们俩，他真还没有每天都是我去倒的，每天都是我去倒的。对啊，因为家里的垃圾太多了，每天都是我去倒的。每天都是我去倒的，我收拾卫生，收拾这个，然后每天都是我倒垃圾，每天都是我倒垃圾。你们信吗？我反正是不信。每天都是我倒垃圾，我反正是不信。每天都是我在打理家务，我就应该把那个楼道监控调出来。每天都是我在打理家务。能不能认真的回答一点啊？这个问题。什么？呀，问题在去哪儿了？藏起来了。我没有藏，我藏问题干嘛？哎，小心！你要我回答哪一个啊？每天谁去倒垃圾？你再重新说呢？好啦，就是我们2个出门的时候顺手把垃圾丢掉嘛，就是出门的时候顺手把垃圾丢掉。就你不应该这么问，你应该问说你们每天就是我们2个是每天2个人一起去楼下丢垃圾，顺便散步的。但是你如果问谁的垃圾拿的最多，是我。那下一个。谁洗澡更慢？谁洗澡更慢？他洗澡更慢，他会在洗澡间里一直唱歌，他会唱很多歌然后再出来，所以说他洗的会慢一点。就一进洗澡间就感觉自己是歌王了。我的话洗澡就很快，最长接受多久不见对方？哦，采访一下。这个问题呢，我认真回答。如果说现实生活中，其实我应该能接受1星期或者是半个月，最多1个月不见面。我可能会接受这么久。如果真的要设一下前提啊，如果真的要你怎么回答我就怎么回答。如果真的要分开的话，也就最多1个月吧。如果再久的话，我就要去找你了。怎么样？其实是这样的。对，但是我个人主观上啊，我接受不了。就我还是不希望能分开。这是我的主观意愿。但如果真的现实发生了，也就最多1个月吧。如果真的发生，尽量多去找彼此。对，如果再多的话，我就会去找对方，就会找你了。洗发水和沐浴露是一起用的还是各用各的？一起用啊，肯定是一起用的。这样我们家里的东西就不分彼此啊。现在的东西就是一起用，真的是一起用。对啊，不管是洗发水、沐浴露还是护肤品，对啊，护肤品还是说什么厨房餐具，都是一起用的。放一首别的歌，可以讲一下对爱的理解吗？对爱的理解的话，我的话，这个问题真的好沉重。其实我觉得，爱就是陪伴、相信、包容。对，我觉得有这些因素。爱，如果去爱一个人的话，就要无条件的相信他，然后包容他和选择他。对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坚定的选择对方。没有，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沉重。我觉得爱这个字就真的很沉重。爱的理解，其实我觉得爱就像你刚才问我的那个，就比如说，如果说以后，这个音乐有点吵的，
扰乱你的思绪了。对，我觉得就像你刚才问我，你就说我们两个会不会以后，我们觉得比如像平常散步啊、健身啊这些会不会腻？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不会的。就是我觉得两个人我们可能会相处很久了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平淡期。对，但我会觉得爱真的就是说，两个人哪怕是在平淡期，也可以不断的去挖掘对方自身的闪光点，去重新的爱上对方，去重新的去做一些个两个人彼此都想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新鲜感是永远不会断的。就是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比如说我觉得爱应该是看见，爱是看见，对，我觉得爱是看见，就是能看得见对方的闪光点以及对方的好，能看得到对方的情绪、对方的感受，就对方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就是然后通过看见，然后去滋养对方，然后就两个人会越来越好，然后携手并进，就是那其实和我的差不多。我想的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相信对方，支持对方，对，然后要坚定的走下去，对，就是要坚定的走下去，好吧，一定要走到最后。就像左右那会儿说，就是说他敢把不完美的那一面露出来。我觉得爱就是，当你感受到被爱的时候，感受到爱的时候，你就敢把自己内心那种皱皱巴巴的东西铺开，把拧巴的东西甩掉。我觉得就是爱吧。那肯定啊，就敢于做自己。那你这句话应该送给你自己啊，你也要敢于做自己啊。对啊，所以我在努力的去改变。对啊，你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到对方，你就觉得要把自己不好的隐藏起来。万一你不好的地方，万一你想一想，万一你敢在我面前展露不完美的你，在我的眼里恰恰是你完全相信我的样子呢？如果你在我面前永远的隐藏自己不完美的地方，那我会不会始终觉得你没有完全相信我？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我觉得你是完全相信我的，所以说我敢展现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那下个问题 ，OK， 我觉得你说的对，对不对？是这样的，对。好，假如时间旅行只能去一次，你是选择回到过去，还是是选择回到过去改变我们的遗憾，还是选择去未来看看我们的结局？那我肯定会选择去未来啊！会去未来？我会去未来看看。等一下，我感觉好耳熟啊！对啊，我会去未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的那时候是怎么样的，然后会发生什么。好，那你忘记你说的你要回到过去买彩票，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快把你的彩票号码翻出来。对，前阵子好像网上有那个什么叫几颗星连珠，7星还是8星，我忘记了。有头发，等一下。然后我当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能要重新考虑一下。好，那你再问我一遍。我不要问你了，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再问我一遍，我来回答这个。我真的，我要穿越回去啊！好，我要买楼。好，闭嘴！我要在每一个阶段都做该做的事情，我要暴富。好，那我的话，虽然我总对我们之前不好的经历产生遗憾，但我也不想回到过去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但是未来我也不想去看，因为就没有神秘感了。我想活在当下，好吧？怎么讲呢？就是把未知的事情，就去享受那些未知的事情吧。也说不准我们两个以后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然后我们两个疯狂的争吵什么的。但是我相信未来的我们肯定会克服那些困难的。对，我就不去看结局了，也是出于对我们两个的信任。我觉得我们两个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绝对会的，绝对会的，绝对会的我相信我们两个，好吧？我相信我，我也相信你。我们两个绝对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这个真的问的很好，对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到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了。回望相遇到现在，你们觉得彼此最难得的一点是什么？彼此最难得的一点，我觉得最难得的是真诚。是我们双方开始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去理解对方，然后去做到一个感同身受了。这是你的回答。那我的回答是，哎，这个歌词好配啊！那一天走进我的生命。我觉得最难得的一点是我们愿意的动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虽然都在改变对方，就我们都会学着包容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这固然可贵，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可贵的是我们有这样的动力，我们会有这样的行动，不能说是行动，我们会愿意为了这种行动而付出行动。就我们很愿意这样。对，就是也说不准，万一我付出我的真心之后，然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糟糕了，怎么样？但是好在我们的结果都是好的，就我们两个这一路走过来虽然结果是好的，但是能想到之前我们愿意改变彼此的那种动力，我觉得真的很可贵。对，我觉得很可贵，就是愿意为彼此去改变自己。是的，对，很可贵。好，今天我们的真心话就到这里。对，我们的真心话全部都说完了。是的。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好玩的，说什么未来啊。好，那我再问你一遍，我再问你一个私下的，我现在给你一次回到过去的选择，你是回到过去我现在给你一趟时间旅行的机会，你是选择回到过去还是改变未来？回到过去还是看未来？现在我私下问你，想不想报复？我们俩真的很搞笑。当时那天我就是突发奇想，我天马行空了一下，我说这几颗星连珠，我说我不会穿越吧？他就开始在网上给我翻每年的那些个就是风口什么的，说让我每到了哪个朝代该做什么事儿，然后如果说穿越到古代我该做什么事儿，然后呢近代我该做什么事儿，就这样。然后我说行，我说我真的要背一背了。然后真的很中二这个东西，但其实我说实话其实我还是蛮想要一个答案的。我觉得我是比较，你比如说想选择未来还是过去，其实我还挺想去未来看看，我挺喜欢一个答案的。对，明白，就是对任何事情都喜欢一个答案。就像我平时你看我那个用 AI 去那个什么，对吧？但是我的话，其实我看小说还是看动漫电视剧，我会先去看结局。如果结局是我不喜欢的，我就不去看。因为这个是我可以选择的。但是我选择不了我们的未来，所以说我就决定活在当下。对，然后相信自己能创造出更好的未来。是的，我是这样子。好，我们和大家聊一会儿。是不是冷落大家了？冷落大家了。我不要讲好不好？讲出来很丢脸，也不是说丢脸，掉面子。人活着就2个字：体面。我不要讲。看到被艾特会看吗？会看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艾特我们的时候，也会点开看。对，是的。我们都看了。就是看一下什么？觉得对方像什么天气？对方像夏天。我像夏天吗？那我说你像秋天。觉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我今天开心吗？我今天挺开心的，能借着这个机会说一些真心话也是蛮开心的，啊。我大家问题有点快，对，这波坦白局啊，趁着这个机会坦白一些真心话吧，就这样，坦白一些话。我得离近点，要不然看不清。产生意义了吗？难道怎么讲呢？这怎么讲？我觉得产生了很大的意义。粉丝对你们的意义，等以后回望现在，也能想到很多事情，也感觉到很幸福。如果以后我再回望现在的时间，我会觉得很幸福。我觉得是，就像我说的，我会觉得，很害怕有牵挂，真的是这个，就是粉丝，你看他们说意义是什么？就是，就像我说我之前其实不是很明白责任是什么，然后正因为就是有了牵挂的人，有了喜欢我的人，有了粉丝，有了小九们，然后我就开始愿意去，就是说我慢慢的感受到这份责任是什么，对，不是说我行我素，就是说我会想要更好的顾及他人的感受之类的，为了大家，对我身上背叛着大家的期望，对就是期望，然后我也知道，比如说，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身上阳光的一面，然后能照亮着大家，对，然后所以线下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呲个大牙，对，然后就很怕大家会觉得说，季川今天不笑，然后会不会那个很冷脸啊什么的，对，所以我一直都像一个大傻子一样，对，这样，大家也不会觉得你傻呀，大家绝对不会觉得的。真的吗？真的啊，我真觉得这样出了很多很多不好看的照片。对啊，你看大家都不会觉得你傻的，我也不会觉得。是吗？对，虽然我有的时候会提醒你注意表情管理，对我真的，但是没有觉得你傻，好吧？但是没有觉得你傻。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一些表情管理了，就是不会那种很傻的去笑。没事。对啊，傻笑也很可爱的，是的，主要是怕拍了不好看的照片嘛，所以说小小的替你遮掩一下。想对未来的自己说些什么？想对未来的自己说，相信自己，相信对方，相信两个人的力量。对未来的自己会说，从过去到现在，好中二啊，好伤感。你说，好伤感。那你说点积极的话，对，我就要说一些积极的话，就是，好好努力，然后，照顾好左右，然后。不要辜负小九们对你的期待。好。不要加油，就是不要忘掉初心。对，好，加油，好吗？不骄不躁。好了。未来有这什么？滑不上去。
未来有对方，未来肯定会有对方的。是的。好，那大家我们要下播吗？但我们要先下播了。我们因为我有点想去上厕所。有点想去上厕所。那我们不好意思，真的是，因为我喝水喝太多了。好，大家拜拜。那我们先下播了。对，我们下周见，好不好？我们下周见。对，我们下次见面，我们下次见面。我们就苏州见。好，没问题，没问题。好，那大家拜拜，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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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厕所了，拜拜，拜拜，大家我走了，拜拜，大家早点睡觉，这都快10点了。对，好好休息。好，对，拜拜，拜拜，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拜拜，